鸣鼓之境。击杀鸣鼓境生物，获得其道行420年。没有收录提示。这鲶鱼精好歹也是鸣鼓境，还能控水，怎么连收录资格都没有？难道是百妖谱嘴刁，看不上水产？等等，血石宫，但这么多人看着。江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妖物的尸首如何处理？按规矩，若方便，需完整运回都司府库。妖魔身上不少东西都是炼丹制器的材料。那若是不方便呢？便只能取下妖丹、筋骨等紧要部分，其余的就地抛弃。江姑娘，你居功至伟，但这妖尸处理起来麻烦，不如劳烦你留下来善后。刘队正，你说啥呢？这等粗活怎能劳烦江姐？江姐，您歇着，我来。这小子平时挺知灵，怎么关键时刻这么没眼力见？都愣着干嘛？没听见刘队正的话吗？赶紧的，搭把手，把伤员抬到干净地方去。血石宫，开！怎么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个妖魔了？好强的气血！这便是文贤境与鸣鼓境的壁垒吗？寻常人水滴石穿，但我要大罢血红！给老子开！不够，还不够，裂了，壁垒裂了，再来！恭喜宿主突破，已达鸣鼓之境。乖乖，连骨头都换没了。这血石钩简直是杀人越货必备神通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对人使。江月初啊，江月初，你还是个人吗？可以了。这妖物的尸首呢？什么都没有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将这些东西收好。头儿，那黑水村的事儿，妖物已除，此事便算告一段落。
至于动用私刑一事，我会如实上报，自有县衙处理。若是事事皆要镇摩司亲为，那还要这官府作甚？江姑娘，多谢。功劳定如实上报，赏赐定不少。18岁女子之身斩杀名古大妖，这般功绩，怕是晋升文书几十日便下。姑娘前途不可限量，日后还望多多指教。若无他事，告辞。宿主江月初，境界名古出境，道行420年，已收录虎山神、青面郎君朱燕。420年，穿越以来最大一笔巨款，穷了这么久，乍然暴富。冷静。钱要花在刀刃上。虎山神主攻法猛虎快刀，青面郎君青牙回影，诡谲但不够强力。朱燕血石功辅助逆天，但杀伐之力才是重中之重。提升虎山神。虎山神天成，此妖以真质完美，浑然天成，可短暂将其妖影化虚为实，照之对敌。猛虎快刀晋升至名古劲武学，虎啸镇魔刀精通。化虚为实，以后对敌除了妖化，又多了一个堪比名古大妖的帮手，简直离谱。精通？不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氪金无数，抽了无数个满命角色，结果天赋技能还不是满的。这合理吗？武学境界入门精通、小成、大成、圆满、无上，先前2门都是无上，如今这虎啸镇魔刀威力虽强，境界却只是精通，这算什么？罢了，威力却是强了许多，但这精通总觉得亏了。还有银法天手，练到小成也要几10年，合着没了外挂，我就是个废物。操！宿主境界已达名古，可耗费道行，直接灌注武学，提升其境界。还能这样？13年。连个想都听不见。不过，这倒是个新路子，只要能杀妖，道行总会有的。无上之上，又是什么？蚊子在想，也是肉。灌注虎啸镇魔刀。唉，果然。罢了，睡觉。江姑娘，你在吗？刘队长，有事？徐大人找你。徐大人，那个偏将。徐大人统管玄字营大小事务，你斩杀名古大妖的功劳，已报司里批下来了。你如今已是8品对正。按规矩，新晋对正都要去见他听些训示。啊，我升官了？我连1个月工资都没拿过。这个月工资按9品发还是按8品发？
徐大人名讳徐长风，京城将门世家，其父是左骁卫大将军，自幼天赋出众，纯阳宫高人指点，15文贤，21名古，如今不到30，怕是已经半步成丹了。半步成丹，不到30，半步成丹。若无百妖谱，我连人家车尾灯都看不见。人比人，气死人！徐大人性子冷，不喜言笑，也不与旁人打听家事。待会儿见了大人，莫要紧张，问什么答什么，切记莫要多嘴。明白，不就是见领导吗？少说话，多点头，这套流程我熟。大人，江月初带到。进来。卑职江月初，见过许长风大人。抬起头来。这家伙很强，若不动用底牌，我撑不过一招。江月初，你可知本将为何要见你？卑职不知。按理玄字营不收女子，你是第一个，为何看中你？想必你有过人之处。金城轰杀猪妖，黑河斩了水怪，2次出手皆是名古大妖，干脆利落。我很好奇，你这一身本事从何而来？家传。家传？据我所知，你父将勋乃文官，手无缚鸡之力。你这刚猛霸道的刀法从何而来？家母所传。哦，那你母亲师曾何人？卑职不知。家母早亡，许多事未曾说起。罢了，这是你的告身：8品对正，月俸10两，米50，肉20斤，另配独立小院。月俸10两，翻倍了，发财了！多谢大人。不必谢我，这是你应得的。镇魔司不养闲人，也不养废物，你的本事配得上这个位子。哦，对了，如今人手不足，你手下的人都是新招募的江湖刺头，能不能让他们服你，看你自己本事。刺头？卑职明白。下去吧，去账房领这个月的俸禄，再去寻你队里的人。是。江家。如何？大人没为难你吧？还好。那就好。徐大人虽然性子冷，人还是不错的。刘队长，以后怕是不能再叫你队长了。你我同级，以后便以姓名相称吧。这才几天，或许用不了多久，我就得反过来叫你大人了。走吧，带你去账房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账房？今天才初10，还没到发疯日吧？这你有所不知，这是司里规矩，凡晋升者当日可去账房直取一笔与新职月俸等额的升官钱，纯当彩头，不算在月俸里。嚯，还有这好事！原来如此，那便有劳了。徐大人虽冷，但赏罚分明。至于你手下那队人，我倒是听人说过。我手下那队人，怎么了？麻烦倒谈不上，只是不好管。司里缺人，招了不少江湖刺头，桀骜不驯，不守规矩。哦，值得留心的有3个。第一个，刘科，落雁山庄庄主私生子，天赋出众，20出头入文贤，但心高气傲，来这是为了赌气证明自己，背景深厚。若是在你手下出事，会有麻烦。豪门弃子，明白了。另外2个呢？第2个，陈通，老江湖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得罪仇家走投无路才来的，性子暴躁，只认拳头，不认官事。这个好办，打到服为止。第3个，法号不见，金刚寺出来的。和尚也来镇魔司？除了不杀生，什么戒都犯了个范，被师傅踹下山的。
说是要在红尘中修行，正金刚怒目之道。好家伙，神仙阵容啊！徐大人让你带这队，怕是想让你去镇场子。总之，万事小心。小心！我现在只想跟他们亲切交流一下。八品对阵，江月初，这才几天功夫。是啊，后生可畏。多谢。写个屁！规矩。他娘的，干了一辈子也没见过升官这么快的。你那队人就在前面，我就不送了，自己多加小心。刘兄，今日多谢。这算什么？大家都是弟兄，说这些都生分了。这份情我记下了。来，压大压小，买定离手了啊！又是小，不叫你个秃驴，是不是出老千了？阿弥陀佛，贫僧乃出家人，赌桌之上全凭佛祖保佑。施主输了钱，可莫要污蔑贫僧清白。这女子好看是好看，来这儿做甚？哪来的小娘们儿？滚一边去！别在这儿碍你家爷爷的眼！阿弥陀佛，这位女施主莫不是走错地方了？此乃镇魔司重地，可不是你这般娇滴滴的女菩萨该来的地儿。刘科、陈通、不厌，都在这儿吧？你他娘的是谁？怎么知道爷爷们的名号？女施主找我们兄弟三人所谓何事？莫不是化缘化到咱们镇魔司来了？啊！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她不就是前些日子把老赵摁在桌子上打的那个女娃吗？哪个老赵？刘晨手下那文贤钟敬一招都没走过。何止？听说这位是魏大将军亲自挑的人，徐大人亲口说的。就算是我镇魔司同僚又如何？姑娘无故闯入直呼我等名讳，未免太不把规矩放在眼里了吧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在爷爷们面前指手画脚？信不信老子今天就给你开了瓢？把刀放下！你他妈！忘了和你们介绍，在下江月初，以后是你们对证。对证，8品官职，一个女人出入镇魔司位极攻击，凭什么？难不成她单独斩杀了名古大妖？开什么玩笑！奉徐长风偏将之令，任命江月初为8品对证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不就见过江对正，贫僧这就知道江对正绝非池中之物。这陈通是个粗人，您大人大量，先把刀放下可好？这小娘们儿，好恐怖的距离。
你在教我做事？不敢，不敢，贫僧绝无此意。都听好了，我江月初不喜多言，也不喜多管闲事。你们斗鸡走狗、饮酒作乐，我一概不管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到了我这里，只有一个规矩，那便是我的规矩。谁若不服不认，趁早滚蛋。若想在我手底下作妖，先掂量掂量脖子够不够硬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都听明白了。听明白了。听明白了！操！竟被一个女人吓成这样。可是江大人当面。你是卑职静妖坊小吏李福，早就收到都司吩咐，特在此等候，为大人引路。要说都想当官呢，这待遇。请，大人请，大人可还满意？有劳了。这院子采光好，城东采买方便，城南饭菜可口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卑职告退。这便是我的家了，在这个异世头一次有了安身之所，虽然来得有些血腥。这么大的屋子，是不是该雇点丫鬟下人？不，江月初，你怎能如此堕落？才8品对证就想享受，这点俸禄连练武都不够。穷文富武，哪怕有百妖谱，平日消耗也是天文数字。如今名古境，光吃饭就要花掉大半工资。以前还能舔着脸去卫青那儿蹭饭，现在，还是老老实实自己买菜做饭吧。武者吃食大有讲究，寻常猪羊肉难饱腹，更难增进修为，得买妖兽肉。什么？这点肉你卖5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大人，这妖兽肉一直是这个价，寻常猎户不敢碰，只有江湖人敢猎杀。操，50两，抢劫都没这么快。5个月薪水买一块肉，这谁受得了？但我好歹也是8品对证，总不能真去抢吧？罢了，给我切5斤牛腱子肉，再来2只肥鸡。这肉包起来吧，我替他付钱。魏大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恰好路过。不用，怎能让大人破费？这点钱对我而言9牛1毛。你如今踏入冥谷，正是补剂气血之时，普通肉食杯水车薪，莫要省这些身外之物耽误休息。他知道我踏入冥谷了，徐长风没说，或者是他早就看出来了。多谢大人。如此照拂，所求为何？罢了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这份情，我记下。若是真嫁人，说不定还是个贤妻良母。呸！想什么呢？肉质软糯，汁水饱满，气血增长了一丝，虽不如妖魔血肉狂暴，胜在细水长流。妖兽毕竟不是妖魔，这肉好是好，就是太贵了。
看来以后得多挣钱了。江姑娘，且慢。怎么了？徐大人有令，今日所有玄子营对正及以上人马速去正殿，有要事通告。江姑娘，昨日你去见手下那队人，可还顺利？没什么事，江湖人嘛，都硬气。我昨日过去劝了劝，就软了。江姑娘，这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？那些是中郎将，他们衣服上绣的是陇右金青，乃镇魔皮弦的神兽金饰，只有郎将以上才有资格穿这般服饰。那徐大人怎么穿个白板装？对于徐大人这般人物，若无要事，自然是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啊，懂了，领导特权，以后我要是到了那位置，穿裙子来上班，也没人敢管。既然人齐了，那便直入正题。此次召集尔等，只为一事。玉门关疑似有新的承丹大妖出没。承丹大妖，那是行走的灾厄，抬手便能覆灭一座城的恐怖存在。天字营已去探查，若消息属实，玄字营上下将调派过半人手，随魏大将军亲赴玉门关镇压妖魔。过半人手，倾巢出动，连我这个新进的8品对正，恐怕也逃不掉。这些时日，务必将陇域道内已知妖患悉数解决。玉门关一旦开战，后方若乱，前线必溃。此乃大唐安危之战，容不得半点疏忽。是，这是危机，也是机缘。若是能参战，不知道能斩杀多少妖魔，获得多少道行。只是那是承丹大妖，我区区名古初级，这般实力过去，纯属送财。算了吧，各队队正领了任务便去执行。承丹大妖，若是咱们陇域道的指挥使大人还在，哪轮得到那老给子在玉门关外放肆？指挥使，指挥使乃3品大员，可去年因为新皇登基的事儿，你从京城来的，应该比我更清楚。如今咱们陇右指挥使一直空缺，暂由魏大将军负责。堂堂一道指挥使，说没就没。这世界的皇权政争，怕是比妖魔还凶险。咱们底下人少沾为妙。不过你出生对正第一次带队，除了小心妖魔，更要提防人。人？新皇出力，江湖动荡。前些日子有个偏仗，就被几个江湖门派联手坑杀。若遇绝境，别犹豫，扭头就跑。大不了回来挨罚，总比把命丢了强。这话等于白说。真遇绝境，谁跑得掉？当然，只要不是死得无声无息，司礼自会派人替你报仇。那偏将出事后，魏大人带精锐3天就把那几个门派屠干净了。江湖之人竟比妖魔还凶险，看来得留个心眼。江队长，这是您对下的差事。出任务前需去后院马厩领取赤铜具，另外若有余力，尽量将妖魔尸首完整带回府库，会折算功勋。若不便，也要带回关键部位作为凭证。多谢提醒。黑熊精讲法，开什么玩笑？熊瞎子不找母熊，跑去当和尚。熊瞎子不找母熊，跑去当和尚，疑似半步名古境修为。队长，
这差事是不是搞错了？咱们这才怕个鸟！不就是头熊瞎子吗？老子当年……干就完了，岂有此理！简直是岂有此理！佛门清净地，岂容披毛戴角的畜生玷污？贫僧今日定要替天行道，清理门户。收拾东西，半个时辰后，后院马厩集合。干粮、伤药、兵器自备，谁要是迟了，自己滚蛋。城西王土家的婆娘昨晚卷钱跑了，说是上了山，被那熊瞎子迷了心窍。什么熊瞎子？人家是黑熊大师。大师说了，尘世皆苦，唯有皈依我佛，方能得大自在。我呸！一头畜生也配谈佛法？真有本事，怎么不把石头变金子分给穷人？你污蔑大师！我亲眼见过大师一掌劈开山石，那等神威，不是佛法是什么？劈开山石，真的假的？听说比广济寺主持讲的还好呢。放他娘的屁！昨日山下乌泱泱跪了一地，表弟媳妇不管发烧娃，背米上山供奉，这叫他娘的什么福报？他娘的热的鸟都快熟了。阿弥陀佛，心静自然凉。秃驴，给老子来一口！使不得！再敢多嘴，全都给我走着去！是镇魔司的人，定是为了那头熊妖。官爷，求求你们救救我婆娘吧！官爷，救命啊！我儿子也上山了。各位相信你们。闭嘴！铁石心肠，视人命如草芥，这与魔道妖人何异？几位大人一路辛苦，不知来此所谓何事？妖物。哦，那黑熊精前几日自己便下了山，不知所踪。如今百姓已安然无恙，下官正准备上报都司结案呢。放屁！城门口跪了一地的人哭爹喊娘，你说没事了？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达诳语，官家人怎可满口胡言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戏耍镇魔司！说，是不是与妖物勾结？冤枉啊！下官哪敢与妖魔为伍？那便说实话。本来是有妖的，只是那是宝刹寺的护山灵兽。昨日，宝刹寺僧人找上门，说是要带回山门，严加看管。宝刹寺乃佛门圣地，高僧慈悲为怀，连百姓哭求都不闻不问。如今听到大派名头，怕是更要退避散避了吧？这一趟，终究是走个过场了。宝刹寺的人在哪儿？我们在这儿。阿弥陀佛，
贫僧在此等候各位施主多时。贫僧宝刹寺慧明，见过大人。这是师弟慧远。你，师弟。哼。钱大人，贫僧想与这位女施主单独聊聊。这……都出去吧。走走走，别杵在这碍事。宝刹寺，好大的威风！圈养妖物害人，如今想靠名头结果，你们修的哪门子佛？原来是落雁山庄那个见不得光的野种，怎么跑这儿撒野来了？你找死！两位大人，使不得呀！和气生财。好茶，此次确是宝帕庙管教不严，让畜生惊扰了地方，贫僧特来赔罪。白银500两，给各位大人接风洗尘。另外，宝刹寺欠大人一个人情。宝刹寺的人情，在陇一道确实值钱，只要不谋逆，什么事都能摆平。那头畜生可在此地害人？畜生嘛，难免开些荤腥。不过大人放心，都是些山野村夫，死不了几个，绝对不会让大人难做。死了几个？